大家好，我是法山，只跟朋友们分享资深律师的诉讼干货。最近苏家诉翟欣欣撤销赠与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就下判了法院一审呢判决翟欣欣退还苏小茂家现金、汽车共计1000万，并撤销翟欣欣在海南、北京2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然后翟欣欣发文表示要上诉我看很多人评论说怎么这么不要脸还好意思上诉。对此我想说废话，他肯定要上诉，因为若光是退钱也就罢了，如果他不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话，那根据现有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在后续他将有可能承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我先跟诸位分享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原告在提起诉讼以后，是可以在诉讼请求的金额内申请冻结被告相应资产的。比如说，如果原告主张被告1000万的赔偿，在提交保全申请和保函以后呢，法院是可以作出裁定，提前将被告有关资产在1000万的范围内予以冻结，以防止其在诉讼过程中转移财产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对诉前保全都非常的谨慎，原告呢很难申请下来，你通常只能申请诉中保全。而正常情况下，一个案子从原告申请立案到被告收到传票，再到收到保全裁定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是常有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呢，只要被告耳聪目明，收到风声，他早就提前将财产转移完了。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动银行卡只能动我本人的，那我把钱提前转到没在我名下的银行卡嘛。甚至你查封我的车辆和名下的房产，只是防止期间所有权的转移，只要没有扣押，在判决终审生效前我车该开还是开，别墅该住还是住。像翟案这种一个官司打了这么久4年以后、5年以后，车还值多少钱，懂的都懂。甚至即使终审判决出来了，有的当事人也就是不还，大不了坐牢赖。坐牢赖有什么后果呢？被限制高消费坐不了飞机，坐高铁也有限制。但没关系，大不了我不坐嘛，我以父母的名义买辆车自驾出去开房，用别人的房卡开照住。你说我拒执，对我司法拘留拘吧和1000万比起来，司法拘留15日问题不大。至于你要拿拒执罪来判我，那你至少得先举证我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我说我做生意亏了，就是真的没有能力来还钱，你又能怎么样呢？在执行案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法官又真有精力把案件持之以恒地跟进下去吗？具体到本案，在苏小茂坠楼事件社会影响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翟欣欣有没有在诉讼开始前就把财产转移了呢？在终审判决生效后，他又会不会依照判决要求履行判决呢？我不得而知执行难是包括所有法院、律师和胜诉当事人在内都头疼的脑大难的问题。更何况翟欣欣自述自己经济条件也不错，而法院判的也只是让他把本就不属于他的财产吐出来。可是这个判决里有段叙述，他光看一眼都会不寒而栗，那就是一审判决认定了翟欣欣有对苏小茂实施胁迫，具有违法性，且该胁迫行为呢是造成苏小茂自杀的原因之一。这背后涉及一项罪名叫敲诈勒索罪。根据刑法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实施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呢，如果敲诈勒索金额达到30到50万以上的，就构成数额特别巨大，可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并处罚金。在本一审判决中判决是明确表明翟欣欣存在胁迫，有违法性。判决只认定违法，未认定犯罪，是因为这是民事判决。可同一个行为具备违法性，不意味着就不具备犯罪性。认定存在威胁本身很重要。在判决书明确确认翟欣欣存在胁迫行为的情况下，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在本案社会影响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后续翟欣欣呢将存在巨大的刑事可能。而据苏小茂家属的信息他们也一直在积极的主张追究翟欣欣的刑事责任。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翟欣欣不提上诉，推翻上述判决中的事实认定，那他该担心的就已经不仅仅是退钱的问题，一柄巨大的刑事之剑正高悬在他的头顶。这柄利剑已经高悬许久，太久，而或许当本案终审判决生效之日，就是这柄刑事利剑落下之日。所以翟欣欣二审还有机会吗？答：有。讲真虽然我在网上检索到的一审判决书并非全文，但光看这些判决片段，我就能想到被告可能从哪方面提出其实很有利，有利到足以影响判决的抗辩。所以他到底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出反击呢？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给你提供最切实高质的法律内参。我们下期再见。